第12章城隍会别具深意，疲劳过度，养病难事游览沪滨，遍访圣迹游城隍庙，查城隍史上海小吃，别具风味城隍出巡，会景盛大。我从小到大没有生过病，自从编纂词典之后，白天常觉疲劳过度，遇到有些写作上的困难问题，夜间不能成眠，有时睡到半夜入梦之时，拟好了一段文稿，或是想出了一个字，忽然清醒坐了起来，急急开了灯，动笔记下。最初记好之后，也就入睡了。后来记了之后，觉得提起了虚火，自己都按捺不下，就继续做上2-3小时工作。从前年轻，少睡2-3个钟头无所谓，但是积了半年时间，究竟人不是铁打的，就病起来了。最初我不过常常觉得头晕无力，接着就变成思想纷乱，明明一个字写得对的，偏会认为不对，横看竖看，非经考证，或是问过2-3个人，否则不敢决定。因此又想到自己的健康问题，疑神疑鬼，好像各种疾病都追随而来。这时我觉得自己患上了心神不宁之症，新名词就是神经衰弱。我参加中国旅行社办的华南旅行团游览广州、石岐、中山市、澳门、香港等地，归来之后，赵君豪主编的旅行杂志要我写一篇华南旅行记，都勉强完成。其实只感觉到自己脑力异常衰退，许多见闻的事情都想不起来，仅记得在广州六榕寺吃到的一席素斋，花了银元6枚。那时六榕寺是开放的，里面还有苏东坡手写的石碑。在石岐吃鸽子，每只的代价是双毫2枚，好吃得很。在香港记得的士一上车就是2毫，之后每跳一跳表是1毫子。这时因为香港汽油便宜，是上海所不及的。此外，好多是印象模糊，自己觉得记忆力大大的衰退。原来在这个时候，我已病得很深了。疲劳过度，养病难事，神经衰弱虽不是一个重大疾病，但事实上比真正的病还要复杂和痛苦。我深知这种情况，只要多休息就会好转，所以我决定连诊务都摆脱了，请一位老友来代诊。不料世界书局收到了我的《中国药学大词典》全部稿件之后，在校对时发生了许多问题。最普通的就是中国药材的名称，从前的人都喜欢写简笔字，譬如牛膝2字，简笔写成牛漆，田漆写成田漆，吉利2字写成犀利，诸如此类的问题，等到排好之后，就发觉到文字前后不能统一，沈之芳就来了一个电话，要我亲自去做全篇统一修正。我接了电话说，我为了这部词典已患上了失眠症，整天没有心绪，连诊务都请人代理，我实在精力不济，可否暂时让我休息一些时日再讲。沈之芳说，不行不行，这部书不但是老兄声名所记，我们世界书局也认为是一部巨著，一定要赶着在新沙落成之前出版。你既然现在已暂停诊务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，请你每天抽出半天时间到我们编译所来修正一下，也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。我答说，这万万不能，你们的编译所在虹口大连湾路，来来往往要1个小时以上，我如果照你的意思工作下去，身体完全要拆坏了。沈之芳说，不要紧不要紧，用我的自备汽车，叫司机4宝天天接送你，不需你自己动笔，坐在局里，只要你开口就是了。我迫于无奈，终于还是答应了他。谁知道这一下子我真的病倒了，每天下午2-3点钟时有3分热度，人也日益消瘦，
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就拉了一位老友游学周，代替我到世界书局去工作。所谓3分热度是从前的说法，事实上就是摄氏37度3。我觉得这种定时而至的热度，不是感冒或失温，定然是一种虚热。自己拟方服药，但热度毫无退却的迹象。想想到有些像肺痨病开始的潮热，这样一想，神经格外衰弱，失眠更甚。那时上海私人医生是没有 X 光照射的，只有海格路、金华山路、红十字会医院有一架。我和该院的院长严福庆相识，通过一次电话，他就约了一个日期，叫我去照一照。说是虽有 X 光设备，但是照的人很少，因为灯胆和菲林都由外国运来，价格昂贵，所以规定每星期3照一次。你要是想照的话，要付代价15块钱。我一听这个价钱，当然认为很贵，但是决定依期而往，去照射一下。从前物价虽然便宜，但是洋货较贵，现在照一次也不过港币15元，足见现在便宜得多。X 光照射的结果，肺部无恙，这在我心理上就安乐得多。可是自己用药剂调治，全无效力。我知道这完全是虚热，一定要着意进补，而且白天还要加多睡眠时间，否则这个热度是不会退的。本来我喜欢看书的，随时随地手不释卷，有时大便无书可看，拿一本例本看看，也觉得有所寄托。但到了这个时候，见了书本就觉得讨厌，但在家中到处都是书，连床头都有书，所以一睁眼就觉得厌恶异常。在我疗养期间，真想离开家中，找一个幽静的旅店住一个时期，来改换一下自己的环境。我的母亲天天探望我，见到我这个情景，她心中极为焦急。她问我，旅馆每天要多少房租？我说，大东亚这2间旅馆每天房租要3元2角，沧州饭店每天要4元。她说，这样昂贵的房租住下去开支不得了，而且这种旅馆也不见得安静，不适宜于养病，不如你住到南市老家来，把住旅馆的钱省掉，吃得好一些，那么即使长期休养，也用不了多少钱。我一想，这也是一个办法，因为这次休养至少要几个月，的确可以省下好多钱的。我移居到了南市，老家中房间极多，而书却一本都没有，这对我说来，倒可以改变我的生活习惯。